最近咱們曼聯看其他的球隊，像皇馬、阿森納，包括托特納姆熱刺都在搶流量，所以痛定思痛，在今天的玫瑰德比，10个人的曼联1-2竟然輸給了利茲聯隊，這可真讓上賽季的患難兄弟熱刺隊想不到啊！上賽季咱們曼聯熱刺16、17名，可今年本賽季關鍵時候，曼聯竟然輸給了同為保級對手的利茲聯，讓利茲聯拿到了36分。現在諾丁漢森林33分，西漢姆聯32分，熱刺30分。賽季還剩6輪，似乎熱刺已經不可能再追上利茲聯了。所以今天這一個冷門不僅是曼聯輸球大流量，而且是曼聯輸給了保級隊大流量，而且是曼聯輸給保級隊的同時還把熱刺拉下了水，流量拉滿。過去那一支遇強不弱、遇弱不降的曼聯看來又回來了。這場球一輸，不僅影響了保級局勢，而且爭3、爭4、爭5的形勢也被攪亂。目前第3名曼聯55分，阿斯頓維拉也是55，利物浦52分，切爾西48。這一場比賽不僅把晋西北，而且把晋東南都攪成了一鍋粥。而且吊詭的是，利茲聯客場2-1擊敗曼聯，是他們本賽季在客場第2場勝利。本賽季至今，利茲聯對英超客場戰績是2勝7平7負。第1場客場勝利是在第5輪3-1擊敗狼隊。所以繃不住了，曼聯的實力難道就跟最後一名狼隊一個水平？今天的比賽有點意思，對方勒溫在場上不斷的肘擊曼聯球員，結果一個黃牌都沒有。進的第一個球，勒溫直接給爭頂的約羅一個嘴巴。第二個球，隊長逼費被踩了也不吹犯規，轉頭就被進了球，紅牌更別說了。主裁判蒂爾尼至少2次站在了曼聯明顯的進攻線路上，第2次甚至曼聯球員擺明了要短傳配合，裁判還站在中間擋着。所以今天10個人打完全場的曼聯，其實我們也很後怕，還很慶幸。後面生怕把庫尼亞或者逼費都給罰下去。英足總和裁判持續發力，連續2、3場對曼聯都這樣，紅魔球迷真有些繃不住。而中後衛約羅明顯被勒溫這種老油子給拿捏住了，上半場的表現實在太差，不過下半場和烏加特還算是頂住了。約羅的面相怎麼說呢，確實長得有點一臉衰相，所以總感覺運氣不好。當初皇馬要簽約羅，曼聯死活都要給搶過來。約羅有時候狀態奇差，防守沒有防守，要傳球沒有傳球，投球也沒有投球，防守老是丟位，速度又慢，唯一的特點就是左腳能夠拿球。現在足壇通貨膨脹，真是不拿錢當錢呀！這樣的約羅都值6200萬。儘管有一段時間約羅有一點高光時刻，但總的來說，美其名曰是在培養約羅。其實認真講，這水平在伯恩茅斯都踢不上主力。堂堂一個中後衛，竟然被對方勒溫給欺負慘了。想想過去的里奧費迪南德、維迪奇，什麼時候咱曼聯的中後衛受過這個氣？所以還是太不穩定，踢球太軟了。自己的球迷、自己的家長看了都不覺得心疼，實在是覺得這孩子不成器，真不想說他是曼聯的。朋友們，緊張刺激的歐冠淘汰賽第2回合明天就會到來，到底哪些球隊能上演大逆轉呢？所以鎖定老 K 足球新聞，歡迎您訂閱，也歡迎您點讚、評論、熱推和分享。千萬別忘了，本期視頻節目最後也有福利一定要看完。不過有一說一，確實裁判的問題更大。賽後，紅魔主教練卡里克對此非常不滿。卡里克說，在第一個球進球的過程裡，約羅在後腦勺被對方的前臂擊打，如果你沒有看到，值得再回看一下。我不清楚為什麼這個進球沒有被判無效，那是一次非常明顯的前臂擊打在約羅頭部的側面，所以第一個進球本不應該成立。這讓我們曼聯處在一個更困難的局面，之後局勢有些失控。不過下半場我們曼聯的反彈方式讓我非常滿意，在困難的情況下我們做出了很好的回應。而今天利桑德羅·馬丁內斯的黃牌是我見過最糟糕的判罰之一。關於那個手臂碰到臉的情況，我們最開始看到的是利桑德羅臉部被手臂碰到，他有點失去平衡，也處於身體糾纏的狀態。他幾乎只是想輕輕地碰一下，並且拉球衣，但結果碰到了頭髮，碰到了耳朵，然後導致出血，於是因此被出示紅牌。這其實並沒有任何侵略性，也沒有衝撞，沒有拉拽，沒有突然的暴力動作，他只是輕輕的接觸並且擦過去。但如果我們因為這種動作就要出紅牌，那必須非常小心足球比賽的發展方向。結果就是2次手部接觸就給了紅牌，第一個進球竟然算有效，
這兩件事的判罰對我來說只能是一個令人震驚的判罰，絕對令人震驚。的確是，今天利馬拉拽勒溫頭髮被紅牌罰下呀。通過慢鏡頭回看，這一次爭搶的頭球過程中，兩個人手上都有動作。在利馬拉拽勒溫頭髮之前，勒溫先有一個抬起胳膊抓到利馬脖子的動作。主裁判蒂尔尼的此次判罰和 VR 的介入也將引起爭議。當時主裁判是在 VR 的提醒下觀看了回放，看了回放之後決定向利馬出示紅牌，這樣利馬就會因此被停賽3場，也會無緣客場挑戰切爾西，主場迎戰布倫特福德和主場迎戰利物浦的比賽。說真的，今天比賽中庫尼亞一個背後被飞鏟，這個球竟然不給紅牌，只給了一張黄牌。英足总和英國裁判的尺度咱真是搞不懂。比賽結束之後，立下汗馬功勞的利茲联队前鋒勒溫在採訪中說，我今天參與了2個關鍵時刻我也不知道最後他為什麼會得到紅牌，歸根到底規則也不是我制定的，我當時感覺頭髮被人拉扯了，顯然我跟裁判說了這件事，但歸根到底做決定的是裁判，所以說不管利马是不是故意的，這对他來說都挺不幸的。你知道我不记仇，但這事兒就是這樣，沒辦法，不是嗎？這場踢完，勒溫的肘擊曼聯球員都能編成一本書了，最後他還不記仇。好，今天開場僅僅5分鐘，利茲聯隊右路博格爾的傳中，勒溫肘擊約羅，導致約羅沒有頂到第一點，第二點的奧卡福爾推射破門。第30分鐘又是奧卡福爾在外圍凌空抽射，折射之後破門，0-2。下半場第55分鐘，利馬因為拉拽勒溫的頭髮被直紅罰下。可10個人作戰的曼聯在第69分鐘，卡塞米羅接到了 B 費的任意球傳球，头球破門，扳回一城。今天的比賽可以看出，現在的谢什科確實還配不上踢首發。之前的比賽已經證明他首發效果是災難性的。他的定位絕對是應該等對手體能下降之後替補上場，完成一擊制勝。庫尼亞和 B 費仍然是曼聯隊內狀態最穩定的球員，依然是那種不服輸、敢拼敢搶敢衝的勁兒。這場球雖然有裁判的因素，但上半場的曼聯全隊狀態低迷，踢得太差，輸球也合乎情理。尤其20多天沒有踢比賽，曼聯一時找不到比賽狀態，每一次長時間不踢比賽，後面一場總是一坨。而最近越來越多的人覺得 VR 的體制必須得改革了，也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有了瓦爾之後感覺爭議越來越多。就今天曼联被进的2個球，进球前都有問題。可這2次瓦爾完全沒有介入，最後下半場利馬的一個動作，瓦爾卻介入了。所以這樣的瓦爾到底有什麼意義？有意思的是，今天曼聯的主教練卡里克在他的執教生涯曾經5次在聯賽中和法爾克交手，結果都輸球。其中帶曼聯隊1場，執教米德爾斯堡隊4場。法爾克成為了卡里克的執教生涯中輸球次數最多的對手教練。說實話，拋開裁判因素，利茲聯隊今天的戰術確實踢得不錯。所以英超的好教練太多了，過去熱刺隊不知道怎麼搞的，有這麼多好教練竟然能夠做到全部忽視掉。所以今天曼聯卡里克拿出的戰術也讓人頗有微詞。謝什科在前面像根筷子一樣一碰就倒，卻死活都要打地面戰。既然已經有高點，為什麼就不能分邊傳中找高點？這一場最後最好的曼聯幾次機會都是傳中起高球之後出現的。所以卡里克的臨場指揮和調整還得要加強。對了，本賽季英超的玫瑰德比已經成為曼聯的噩夢。上一場就是英超第20輪客場1-1戰平利茲聯隊之後，主教練阿莫林下課。而這一場卡里克帶隊主場輸給利茲聯，創了自1981年以來首次在聯賽主場輸給利茲聯的尷尬記錄。不過足球不是那麼好踢的，英超不是那麼容易勝利的。卡里克即使有失誤，我們也必須支持。在阿莫林下課的時候，誰能想到現在曼聯能排在聯賽第3？今天也只是卡里克治下的曼聯首次在主場丟分，此前6個主場全勝。不過本賽季利茲聯隊拿到了自1994到95賽季以來首次單賽季英超对曼聯的不敗。反觀曼聯這邊，B費拿到了第6次助攻卡塞米羅，也是本賽季英超任何球員助攻同一隊友最多的次數。卡塞米羅老將在即將離去的時候，31場進了8個球，創職業生涯單賽季的進球數新高。可惜，真的可惜，這樣的胖虎卻注定要離去。用隊長 B 費賽後的話說，我和卡塞米羅，我們彼此都非常清楚對方想要什麼，他的跑動方式以及他想要的傳球類型。所以今天我們又完成了1次進球。當然，
我不會說這完全沒有意義，但在沒有贏球的情況下，這些數據更多只是參考的意義，因為我們沒有從比賽中拿到任何東西，所以我並不想過多的關注這個。但我和卡塞米羅之間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組合，因為我們非常彼此了解。好，另一方面呀，咱們一直覺得阿根廷中後衛利桑德羅·馬丁內斯很粗野，但其實今天只是他在曼聯生涯第一次吃到紅牌，已經為曼聯出場超過了107次，而這第一張紅牌其實完全是裁判的責任，所以太冤枉了。不過休息休息也好，估計曼聯拿到本賽季英超的歐冠資格問題不大，而立馬休息3場，正好為阿根廷隊世界杯備戰。另外，對面的利茲联隊前鋒奧卡福爾，這也是他英超生涯首次上演梅開二度。25歲的奧卡福爾是 AC 米蘭和那不勒斯出來的，但作為前鋒一直就不擅長进球。本賽季在利兹联队首發了16次，拿到6個進球，已經是非常的高光。好，今天的比賽，卡里克对首發陣容進行了調整，馬丁內斯替換了停賽的中後衛馬奎爾，烏加特替換梅努，謝什科替換姆波莫，馬茲拉維替換達洛特。梅努是在訓練的最後一天出現了一些小傷病，情況不算太嚴重，但因為賽程密集，所以今天也不值得冒險讓他上场。至於用謝什科替換了姆波莫的首發位置，其實效果並不好。姆波莫沒有首發，前場就只剩3個球員能拿住球，進攻的流暢性一下子就沒有了。過去姆波莫在場上前場能流動起來，是因為庫尼亞、阿馬德、逼費、姆波莫這4個人都能拿住球，就能給對方的防線造成很大殺傷。但姆波莫好像也有點小傷病，感覺身體狀態並不太好。好，其實曼聯偶爾輸一場球問題不太大，而曼聯內部現在有人認為，今年夏窗的轉會窗口要利用好，這比任命新的主教練更重要。本賽季曼聯的更衣室，球員們已經看到了積極引援的好處，像姆波莫、庫尼亞、謝什科和拉門斯的加盟，所以曼聯球員們希望在新的夏窗能有更多的好球員能夠過來曼聯，幫助球隊最終衝擊英超冠軍。經過換帥阿莫林和卡里克的事兒，現在拉特克里夫和自己的團隊也明白了，彌補任命主教練的錯誤其實比要彌補轉會中的錯誤容易得多。所以馬奎爾最近接受 BBC 的採訪也說到，今年夏天引援很關鍵，必須要補強陣容，躋身爭冠行列。而這一場一輸，最後的6場比賽，像阿馬德、姆波莫、庫尼亞、謝什科等球員的表現，最後6場將直接影響主教練卡里克的命運。現在曼聯的表現相比於阿莫林時代已經有了10倍以上的提升，很難相信這是阿莫林麾下的同一批球員。但卡里克並沒有用什麼魔杖讓這支球隊一夜之間脫胎換骨，他只是很明智的將陣型改為了更適合目前這批球員的體系。他將球員們安排在自己最熟悉的位置上，成績也隨之而來。現在卡里克唯一需要的就是拿到歐冠資格，如果他做到了，那麼只要這些球員都想繼續為卡里克好好表現，那他就是曼聯帥位的輕鬆之選。現在卡里克的命運就掌握在球員們的手上。對此，評論員內維爾說，我認為卡里克已經不可能做得更好了。我認為沒有人能預料到卡里克能取得現在這樣的成績。我覺得他一開始对陣阿森納和曼城時的表現就非常出色，這為之後的走勢定下了基調。之後確實也有一些時刻，他們必須咬牙堅持，比賽踢得不那麼好，但仍然能贏得比賽。卡里克在球隊狀態不好的時候依然拿到了積分，當然這也正好伴隨着利物浦和切爾西的丟分，所以一切幾乎不可能更好了。而且對於曼聯來說，他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意味着他们在爭夺歐冠資格方面處於一個不可思議的位置。如果你在聖誕節前能預言現在這種情況，沒有人會相信你的，那是當時完全無法想象的。現在隨着曼聯選帥，可選的人選越來越少，而卡里克又逐漸把球隊帶到了第3名，那麼留下卡里克的優勢就會越來越明顯，因為你不能冒險用一個你不確定的教練去替換卡里克，那必須是一個幾乎100%能成功的人選才可以替代卡里克。好的，接下來咱們把重點放在預測明天的歐冠次回合，馬競對巴薩，利物浦對大巴黎。這2場比賽，老 K 覺得巴塞羅那是真有可能翻盤，而利物浦雖然實力不濟，但也絕非完全沒有希望。首先，巴塞羅那現在他們在對陣馬競的關鍵對決賽前訓練開始前呀，主教練弗里克對馬競的草坪狀況表示不滿，還將這一情況告知了在場的歐足聯代表。歐足聯代表讓弗里克放心，
他們會按照規章制度檢查馬競的草皮，規程明確要求天然的草坪高度不得超過30毫米，並且需要統一，還對場地的維護、澆水安排等等也做出了具體要求。所以萬事俱備，巴塞羅那是志在必得。賽前，亞馬爾接受了採訪，談到了自己的社交媒體發布的勒布朗·詹姆斯的照片。亞馬爾說，詹姆斯確實是我的靈感來源之一，但如果要說誰才是最核心的動力，那絕對是我的母親。她一生都在不斷的奮鬥，母親是我心中永遠的榜樣。當然，勒布朗·詹姆斯也確實帶給我很多啟發，因為他是體育界那些曾經創造過歷史性逆轉神話的傑出人物之一，這正是我所認同的信念和承諾。所以是的，如果明天我們能夠成功的跨越這個難關，順利晉級到下一階段，那麼是的，我會繼續堅守並完成去年輸給國米之後許下的那個承諾。嘿嘿，咱們18歲的準球王亞馬爾真是雄心壯志啊！他的目標眼光絕對不只是逆轉，而是瞄準了本賽季歐冠冠軍。而且亞馬爾現在心態非常好，他還回答道，當記者問他，你現在會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員嗎？亞馬爾非常謙遜地回答道，不會，因為這種說法本身也不會給你帶來任何獎項，所以說實話，我並不在意，那都是外界在討論的東西，對於我來說沒什麼意義。我現在在乎的就是從明天開始完成逆轉，打進下一輪。小將亞馬爾說的太好了，即使是當今足壇技戰力第一人姆巴佩，可一直拿不到歐冠冠軍，那打破再多的進球記錄就毫無意義。咱們看一個統計，在有评分以來球員巴薩生涯的10分拿到10分的場次，梅西是有40次断层領先，蘇亞雷斯和內馬爾都有5次，而小將18歲的亞馬爾竟然已經有3次。所以我們不需要苛求亞馬爾能不能超過梅西，因為關公戰秦瓊這樣的比較沒有意義。但最重要的是未來10到15年的亞馬爾，他會將巴塞羅那扛在肩上。巴塞羅那能拿到多少冠軍，亞馬爾就會有多少的榮譽。本賽季5大聯賽至今，亞馬爾在成功過人上已經有133次，斷檔領先所有的球員。而萊比錫的迪奧曼德98次，皇馬的維尼修斯75次，尤文圖斯的伊爾迪茲70次，圖盧茲的格波霍70次。這裡萊比錫19歲的迪奧曼德，他現在已經吸引了阿森納、切爾西、拜仁、利物浦、大巴黎等等豪門的高度關注。本賽季到現在首發26次，他已經拿到了12個進球、7次助攻。而圖盧茲隊10號法甲的過人王格伯霍，他目前也吸引到了尤文圖斯的注意。身為图盧茲隊的10號，本賽季各項賽事31次首發，10個進球、2個助攻。好，我們繼續說回巴薩備戰馬競。上一場對陣西班牙人隊的時候，孔德、坎塞洛、奧爾莫、拉什福德和萊萬都替補，這樣的輪換就是為了馬競做準備。最後也順利贏球，這也體現了巴塞羅那在賽季最關鍵時刻的靈活性。現在拉菲尼亞和克里斯滕森有傷，庫巴西因為停賽缺席歐冠，貝爾納爾正在從扭傷中恢復，能否出戰存疑。德容雖然身體還算健康，但對陣西班牙人只踢了10分鐘，預計也不會首發。而佩德里在加泰德比中看起來有些疲憊，所以預測一下首發陣容，後防線上孔德和坎塞洛將分別擔任邊後衛，而由於庫巴西缺陣，除非阿勞霍回歸中後衛位置和赫拉德馬丁搭檔，否則就會用埃里克加西亞回撤到後防線。埃里克加西亞是這套體系的關鍵，他能夠勝任中後衛，也能勝任後腰。在後腰的位置，如果貝爾納爾無法及時復出，卡薩多又缺乏信心，弗里克還有加維甚至費爾明可以選擇。至於德容剛剛傷癒復出，不太可能冒險和佩德里搭檔首發。進攻端的選擇就更加多樣化，右路的亞馬爾無可爭議的首發球員，而拉什福德的速度也是一大優勢。考慮到現在需要創造機會和進球，所以拉什福德首發打左路似乎已成定局。在中鋒進攻位置上也有不少選擇，只是有一點上场拉什福德的单刀看的球迷們真是脑溢血。這第2輪拉什福德真要找回自己最佳狀態的話，那麼巴塞羅那就大有希望。而有趣的是，巴薩現在已經連續14場歐冠沒能零封對手，而過去的歷史從未有西班牙球隊連續15場丟球，所以這個數據會不會成為利好，讓巴薩得以零封馬競呢？要知道，自上賽季以來，馬德里競技在主場大都會球場一共只輸過6場比賽，其中3場失利都是對陣巴塞羅那。所以老 K 盲猜一個，巴塞羅那贏2個球，能不能進入加時？
過去歐冠歷史上有194次歐冠的淘汰賽首回合主場淨負2家以上的球，最後僅2隊完成逆轉，分別是1968到69賽季的阿賈克斯，2018到19賽季的曼聯。現在無數的球迷都在呼喚讓巴塞羅那成為第3個，而且希望見此奇功的仍然是2018到19賽季的那個拉什福德。而馬競方面，現在他們的中鋒阿爾瓦雷斯本賽季歐冠已經斬獲9球，刷新了馬競隊史單賽季的歐冠進球紀錄。過去馬競只有在歐聯杯2011到12賽季，當時哥倫比亞前鋒法爾考曾經在15場比賽中打入12個球，他當時幫助馬競奪得了歐聯杯。所以本賽季的阿爾瓦雷斯能否做到單賽季歐戰進球上雙呢？讓我們相信亞馬爾採訪中的話，他說，我們承諾如果我們巴薩出局，那也將是我們戰鬥到最後一刻的結果。我們不會讓任何1分鐘沒有施加壓力或者沒有奔跑，我們將為這個隊徽付出一切。我相信這將是一場90分鐘或更久的比賽，因為我們確信事情還沒有結束。我認為逆轉是非常可能的，正因如此，我們才來到這裡。而利物浦方面，他們本賽季真正的大哥中場球員索波斯洛伊在赛前說，我想傳達的信息是，我們將會全力以赴，我們將從比賽的第1分鐘開始就傾盡所有，希望能在第90分鐘就解決戰鬥，因為那樣就足夠了。但如果比賽需要更長的時間，那也許是120分鐘或者125分鐘也沒問題。我已經做好了明天死在球場上的準備。我想我可以代表所有的球員這麼說，因為我們利物浦非常渴望這場勝利，我們為了這個目標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在那裡，在一場比賽當中，在安菲爾德，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哇，未来的隊長索波斯洛伊已經做好了明天死在球场上的準備。過去的歷史當中，紅軍利物浦曾經出現過13次在歐戰首回合客場淨負對手2家球，而紅軍有2次在次回合完成了逆轉。一次是1991到92赛季的歐聯杯第2輪，首回合客場0-2不敵歐塞爾，次回合3-0贏球完成翻盤。第二次是2018到19賽季的歐冠半決賽，首回合客場0-3不敵巴薩，次回合在主場安菲爾德4-0大敗巴薩，完成大逆轉。所以還有過去的伊斯坦布爾奇蹟，紅軍利物浦只有一句話 Impossible is nothing。 而對面的大巴黎如果明天能夠淘汰利物浦，他們将成為首支連續3年打進歐冠4强的法國球队。過去大巴黎对陣英格蘭球隊的成績極為出色，11次交手僅輸掉1場，然後8勝2平。而利物浦隊如果完成翻盤，他們也將第13次晉級歐冠4強，這可以超越曼聯的12次，成為打進歐冠4強次數最多的英格蘭球隊。哈哈，火星撞地球的時候，主教練斯洛特也放了狠話，在我帶隊的49場主場比賽裡，有36場都能至少打進2球。那麼好吧，紅軍球迷們，讓我們相信奇蹟。而另外，利物浦這邊傳出消息，他们的總監休斯已經初步同意，在今年夏天會跳槽到利雅得新月任職。利雅得新月队未來幾個月將完成易主，會轉手給沙特開國君主的孫子，身價194億美元的瓦利德王子。多年來，瓦利德王子就一直和新月隊保持密切聯繫，在財務方面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最近，瓦利德王子還和新月隊的主教練小因扎吉以及多位俱樂部高層共進晚餐，所以關於新月隊的所有權即將完成交接的猜測層出不窮。而且近年來，瓦利德王子還屢次想收購馬賽隊，但交易始終未能成型。現在利物浦的體育總監理查德·休斯雖然和紅軍利物浦的合同要到2027年才到期，但他個人已初步同意今年7月1日就到沙特履新。不過休斯雖然要走，但還有一個大哥愛德華茲還在，所以要說利物浦要完成權力架構的重建還為時尚早。好的，朋友們，輕鬆一下。最近拜仁慕尼黑當家球星英格蘭的隊長哈里凱恩，他自己位於英國薩里郡價值2000萬英鎊的豪宅正在做最後的收尾裝修工作。從規劃圖紙我們就能看到，這一座豪宅正面採用了喬治亞風格的窗戶和門廊立柱，跟白金漢宮極為相似。豪宅內還配備了許多現代設施包括一個價值2萬英鎊的車輛轉盤，這就能方便哈里凱恩停放多台頂級豪車。
凱恩和他的妻子凱特已經規劃了一個可以容納5輛車的地下車庫，有這個轉盤就能讓車輛輕鬆地在狹窄的空間內自動掉頭。2023年，凱恩是以650萬英鎊買下了這裡的原有住宅，然後把它拆除，重建為新喬治亞風格的豪宅。拆掉以後，施工隊整整建了大約2年，現在房子的正面看起來非常像白金漢宮。當然了，豪宅的地下還建有影院、泳池、酒吧、理療室和健身房。豪宅設有4間家庭臥室，還有2間供住家傭人使用的套間。儘管凱恩和妻子還有4個孩子現在都在德國生活，但預計在結束海外職業生涯以後，他會搬入這座薩利郡的豪宅。白金漢宮，老 K 的兒子是去看過的，看着低調，其實一點也不低調。哈里·凱恩現在在拜仁，他的固定稅前年薪是2500萬歐元，稅率呢基本上45%到50%左右吧，估計大概到手稅後應該是1316萬歐元左右。再加上一些避稅手段等等，也許到手會超過1500萬歐元。這個收入老 K 覺得是可以的，甚至不嫌高。想想 NBA 現在都沒人看啊，隨便一個球員就6-7千萬的年收入，哈里·凱恩比較起來是物有所值的。好，熱刺队的隊長羅梅羅在上一場比賽中對抗後受傷，無法堅持。消息已經確認，羅梅羅的膝蓋韌帶受傷，至少缺戰5到8周。不過也許能夠趕上世界杯。但在熱刺的賽季肯定已經報銷了，而且很有可能是已經為熱刺踢完了最後一場比賽。今年夏天，羅梅羅是很可能會離開熱刺的多名球員之一，這是俱樂部計劃進行陣容重建的一部分，無論球隊是否降級。而現在的熱刺隊經過最新的預測，降級概率已高達 46.5%。那麼如果熱刺降級，這也會打破英超降級球隊最高的身價紀錄。這支降級隊的總身價 8.03 億歐元。OK， 休閒時光，咱們國米的隊長前鋒老塔羅的妻子阿古斯蒂娜·甘多爾夫最近更新了一組動態，美女正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島的沙灘上度假。這些老外的身材好他們又喜歡醫美又喜歡抽脂，再加上飲食控制和鍛鍊身體，腹肌線條真是比足球運動員都要好。那麼好的朋友們，感謝大家的支持，歡迎您訂閱、點讚、分享、評論和熱推，咱們明天再見。